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可怕的，只有需要被理解的。现在是时候更多的理解，以便我们少一些恐惧，对人少一些好奇，对想法多一些好奇。人们永远不会注意到已经做了什么，而只能看到还需要做什么。我被教导，进步的道路既不迅速也不容易。科学和日常生活不能也不应该被分离。你不能希望在不改善个人的情况下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我提升而努力。毕竟，科学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只是由于缺乏历史感，才会将国家特质归因于科学。我属于那些认为科学具有巨大美感的人。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不仅是一位技术员，他也是一个置身于自然现象前的孩子。这些现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我们的乐趣之一是夜晚进入我们的工作室，那时我们周围会看到装有我们产品的烧杯和胶囊发出的发光轮廓。人类需要实用主义者，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最大效益，并在不忘记公共利益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不容易，但那又怎样？我们必须有毅力，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虐待狂科学家急于去寻找错误，而不是去确立真理。我是那些像诺贝尔一样认为人类将从新的发现中获得更多善良而不是邪恶的人之一。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新世界向我敞开，那就是科学的世界。我终于被允许在完全自由中去认识它。在我的一生中，自然的新奇景观总让我像孩子一样欢喜。我们必须要有毅力，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天赋异禀。我们不应忘记，当雷被发现时，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医院中证明有用。这项工作是纯粹的科学，这证明了科学工作不应仅从其直接用途的角度来考虑，它必须为了科学本身，为了科学的美而进行，这样总有机会让科学发现，成为像雷一样对人类有益的事物。当你做的是对的事情时，你永远不应该感到害怕。不要害怕完美，你永远不会达到它。科学家拥有巨大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使用和滥用绝不漠不关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提升而努力，同时对全人类承担一般性责任。科学工作不应仅从其直接用途的角度来考虑。首要原则，永远不要让自己被人或事件打倒。必须工作，必须工作。我一直相信这是生活的唯一方式。将生活的梦想和梦想变为现实是很重要的。我的科学工作与私人生活的事实之间没有联系。一个人不应害怕做错事，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错误，才能发现新事物。在科学中，我们必须对事物感兴趣，而不是对人。某些物体在加热时会发光，它们的发光性在一段时间后会消失，但通过火花的作用以及雷的作用，它们重新获得了因热而再次发光的能力。人越老，
就越觉得必须享受当下这一刻，这可以比拟为一种恩典的状态。雷不是用来使某人富有的，它是一种元素，它属于所有人。我们必须坚信，在糟糕的日子之后，好时光将再次来临。我所看到和学到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喜悦。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